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美股券商开户。曾经呢，我开过美国的证券账户，最早呢是用的盈透证券这家公司，简称是叫 IB。这家公司呢，它是完全英文版的，虽然说它也是美股上市公司，但是它有缺点。第一个呢，界面不是很友好，因为界面都很古老，看上去就像90年代的设计。第二点，它就是还要收佣金。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流行免佣了。曾经美国开创第一个免佣计划的券商就叫 Robinhood， 也叫罗宾汉，但是没有 SSN 的人是开不了这个账户的。所以说呢，我也一直在寻找有没有那种又让中国人可以开户，又有美资券商背景的，并且还免佣，还不需要 SSN 才可以开户的券商。那么我刚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叫 BBAE， 也叫必备。我现在大概来介绍一下必备券商的背景。它首先的话，它其实背后的美股券商是叫 Red Bridges， 就是虹桥券商，相当于它是在中国的一个代理券商吧。当然，如果说你是美国公民或者说美国移民、美国绿卡身份的，你也可以在这里开户。你既可以享受中文客服，也可以享受英文客服。那么它最好的优点就是在于免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介绍像顶尖投资者一样投资，这些的话可以忽略不看。零佣金交易，通过 Red Bridge， 您能以零佣金的方式交易在美上市的股票和 ETF。 注意，只能是股票和 ETF 零佣金，不带担忧交易成本免费的实时行情这个的话肯定是必须的。当然的话，我不得不说一点，其实在美股券商里面很多公司它是收行情费的，尤其是盈透证券，好像是不足多少美金你是要收行情费的。好像当时我也是被收了点行情费，我已经那个入金的门槛已经挺高的了，还是要被收行情费，好像2块多美金吧。关于很多人担心这家券商公司可能没听说过或怎么样子，他担心资金安全保障。其实呢，资金安全保障其实也跟中国的银行存款计划、存款保险是一样的。比如说，他说我们的全资经纪交易商 Red Bridge 券商是 FINRA 的和 SIPC 的成员。因为这个成员的话，他必须有这个保护的相当于说是他们其实背后的话也买了个保险嘛。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在这边查阅说明手册有关 Red Bridge 的更多信息可以点击这里访问他这边有确认的。数据安全故障我们致力于保护客户信息和隐私说白了就是关于这个电脑的信息化这块水平嘛。我用了这家券商自己在用了差不多2-3年了，只发生过一次宕机现象，就发生过这么一次。其实很多人在用老虎证券或者说富途牛牛证券也发生过宕机现象，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有些人在网上抱怨说 BBA 这家公司并不是完全免佣，还玩文字游戏。其实呢，今天跟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他说他不免佣。免佣交易是指通过这个平台开立账户个人现金或保证金账户注意个人在美国券商市场上的股票和 ETF 不收取交易佣金。除此之外，在交易过程中还涉及到 SEC 和这个费用，相当于说我们不收你佣金，但是你这个官方费用还是得收吧，因为这种印花税SEC 的费用这些必须要收的，无论怎么样都会收的。免佣交易产品不包含期权，期权交易佣金为 1.99 美金每张合约，这一点注意我发现很多人玩股票玩着玩着就去玩期权了当然的话，他们券商也希望你去玩期权，因为玩期权的话，这个交易频繁而且杠杆属性大，所以说呢，他们赚的钱更多。虽然说 BBA 在炒股或买 ETF 上面是不收取佣金的话，但是他也很希望你去交易期权。那么如果说你想省点佣金的话，那你就不要去买期权了。首次开通期权免费赠送3张合约免费交易，开通之日起90日内有效。你看他还免费送3张说白了他其实也很鼓励你去买期权，因为他这样可以赚更多嘛。通过购买期权佣金套餐包，将可以获得更低的期权交易佣金比例。什么意思呢？就跟我们买流量套餐一样，它有套餐包的。如果说你期权交易频繁的话，你可以买套餐包，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更多优惠，就跟买流量套餐一样的。
好，最下面的话，它是有联系我们中国的客服电话以及美国的客服电话都有，而且在线客服也是可以中英文双通的，这个没问题。免佣金不代表不收费，这边的话我打开的是交易佣金的收费标准。首先的话，上市公司股票 ETF 个人账户企业账户还是要收钱的，是0美金。期权的价格这边有了如果说你要有期权佣金套餐的话，这边有10张的话14.9块，如果100张的话才8.9块89块，那么相当于是0.89美金一张。当然的话，行权跟履约的话，这个价格比较贵了大概是每笔的话就要7美金左右了。关于转账费用电汇出金，美国境内的25美金一笔，电汇出金国际的50美金一笔。说实话，这个价格的话还行吧，因为他们成本的话也要在35美金左右。因为我本人的话是用美国的 BOA 银行的话，它是 ACH 入金和转账的，就是提现和入金的话都是用 ACH 的，我完全是免费的。所以说你拥有一个美国银行账户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免费的进出。再看一下账户管理费账户管理费的话其实很简单其实完全是0元。一般来说的话，下面这些东西我都用不到交易确认单信件，注意这里是信件，不是电子邮件信件的话它是要收钱的，就是说他从美国给你寄信件，按照美国的 SEC 的规定的话，交易的经纪商就是券商的话，他是有责任是把每个月的账单都给你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些收不到邮件或者说还产生一些费用的话，我们都不得不最好优先选择电子交易确认单、电子结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关于这个我的电子结单，它是从虹桥开始发的，虹桥证券开始发的，它这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然后每个交易都有。如果说你的券商他不给你发这个电子交易结单的话，其实说实话它是违规的。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美股日内操盘手或者说企业账户的话，那你这边可以购买套餐，通过 API 交易的话，网速会更快，交易速度会更快，这边是收费价格。关于这个股票实时行情，如果说你非实时行情延迟15分钟的话，那是免费的。你看有个因为财经叫 investing.com 的网站，它其实提供的行情就是非实时行情，有延迟的。那么股票实时行情的话，其实呢，你只要保持日均资产大于2500美金时你就可以享受免费了。一般来说看行情的话，我既用必备看，我也用富途牛牛看，因为富途牛牛是可以免费看行情的。为什么不在富途牛上开户呢？就是因为它要收佣金，就为了省钱。关于美股的话，在中国我们如果去开这个融资融券，就是做杠杆交易。比如说我有1万，我想当做2万去使用的话，那我们要付一个融资的利率费用。在美股里面其实默认都可以开通，无论你多少门槛都可以开通，哪怕你只有2000美金，你也可以开通这个融资利率。融资利率的话这边有0到10万 7.83%， 300万 6.63%。 说实话这个利率还是有点高的，毕竟人家也要赚钱，毕竟他也给你的免佣了。所以呢，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事情，如果说你长期做融资交易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再看看。关于如何把钱存到这个券商里面的话，默认办法说实话，如果说你有本事可以从中国直接转账到这家公司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是默认中国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因为你的外汇转出的话是不允许做投资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从香港开始转，或者说从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转账到美国券商里面。所以在此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拥有一个美国的银行卡，或者说有香港的银行卡。首先开香港银行卡的话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在中国的话，民生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香港都有分行，你如果说存款或者理财的话，愿意去买的话，可以跟他们商量。如果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渣打银行，渣打银行的话必须有存50万门槛，然后你有资格去申请渣打银行的见证开户，开新加坡的或开香港的，然后你从大陆通过同名账户转账，那也是合法合规的。就是说从大陆的张三的账户转到新加坡的张三账户，你同名转账是完全可以的，你自己转给自己嘛。然后到新加坡之后，那你再从新加坡转账到美国这个券商，那也没问题，也是符合规定的。听了我那么多介绍，如果想要开户的朋友，可以在我视频下方的链接点进去开户。通过我的链接开户的话，你将获得一个经理，这个经理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加你，然后帮你处理问题。然后你现在的话，限时入金还有福利，比如说你入金门槛达到1000美金的话，现金奖励20美金，
当然的话，我建议你的入金在2500以上。为什么呢？第一个，如果说你到$1000的话，你每个月会被收取行情费，就是损失。所以说我建议$2500以上。这边呢，刚好是有入金金额和奖励区别。比如说你$10000的话，就$150的现金奖励。大部分人开户的话，基本上都存有$10000以上。甚至如果说你达到$25000以上的话，你可以做日内交易。虽然说你$100其实也可以做日内交易，就是说当天买当天卖，但是它有一个星期它有限制的，好像是3次还是5次。如果说你达到$25000日内均资产的话，它是没有这个限制了。所以说呢，你希望做短线的人朋友的话，我建议你在$25000以上入金。我把我的邀请链接放到视频下方了。如果说你通过我的链接开户的话，你可以联系我，我将你推荐给我的经理。因为有一个股票交流群，当然这个是官方交流群，不存在里面有存在股票怎么推荐啊这种骗局，没有的。只是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故障的时候，或什么东西不了解的时候，你可以问他。另外就是当你开户成功之后，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去邀请别人来获得一些奖励。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吧。